大家好，今天是10月29号，狗狗币昨天是下跌了3.6%，不过它的价格目前是还好，收在这个矩形的上方。那我昨天有提到的一个观点，狗狗币什么时候能来大牛市？你下一步要去观察它什么时候能站上了这个0.1再说，或者是我之前有交代的一个压力位0.104啊，就是这一个上影线的区间是有很强的一片压力区，它如果过不去，有可能短线会整理，至于整理是不是要再压回确认一下这个矩形上沿，不过不能破这个矩形啊。昨天有交代的一个重点，下一步我们要观察它不能从反到这个矩形里边。那今天要来聊一下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狗狗币为什么没有连续涨不停的行情？日线级别里面的一些技术指标到底缺哪一些条件？有哪一些技术知识点值得我们去分解的？因为手上是有很多长线的仓位，狗狗币是一直选择在爆，包括之前在这一个半年多的整理区间 0.06 到 0.05， 有听我的建议敢大胆买的，或者是敢大胆抄底这个狗狗币的朋友们，到现在还是持有长线的仓位。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它在20年3月份的时候这一个整理区间，它后面是怎么上去的？就是这一个20年3月份的区间，就是主力的洗盘成本区。你拉一条直线自己去观察，它这个洗盘成本区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这一次就是没破啊，没破。那马斯克收购那个推特就这样子上去，后面是再压回来，我也不知道它会压的这么深。在这个矩形的低档，再跟大家建议，你要大胆的继续买。现在上来的话，短线要不要买？我的观点是先不要，你先停一停，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洗一段时间。我最担心就是如果是万一又有什么利空，因为最近利空又不断，包括比特币短线又是破了那个16300连，那至于16300连到底会不会重新反上去，或者是16000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强支撑区？但是最近又发现利空不断的情况下，机构是不断的在持续增持或者是配置这个加密货币啊。等下来跟大家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比较 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其实这个引线的位置之前交代的那个0.104很简单，就是这一条均线啊，它20的成本。就这一条红色，我们散户的生命线拐弯的位置，这边是有很强的一片压力区。当时上影线虽然是过，但是没有收在这个上方，所以大牛市能不能马上来，或者是我也想赶快持续的涨不停，因为前面买的一些筹码还是一直在爆啊。如果它下去也接受得了，就算它真的回到这个区间，我最担心如果是重返到这个区间，你要烦一点，它有没有可能再回到这个下方，也是不排除啊。所以现在的位置压力就是压力，我们要尽量留意短期这个引线到底能不能过。如果不能过的情况下，尽量找低点。如果还要买的朋友，找低点再买啊。因为这上方拐弯的位置，现在20的成本虽然是在这个低位，20天的成本是在开始张嘴。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不是也是类似一个压头，感觉是要张嘴。我们可以把这几条均线给它关掉。细心的观察一下，这个红色的这边也类似一个压头，然后这条绿色的就是两条均线全部向上，这边如果是一个很大的眼睛，这边是不是要张嘴？但是能不能马上大涨，其实还是缺一些条件哦。我们要观察一下，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250的年线。现在整个币圈里面，我观察了很多的币种，一个狗狗币是站上了这个年线，还有那个 LTC。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 ，LTC 也是非常的强势，但是你不能在高位去追，压回，你尽量看有没有压回。不过这一次到底是不是一个期形整理，我最担心有可能它还会压回，就类似狗狗币的之前的走势。现在只有这两个品种是最强势的一个品种，所以短期你如果要买的话，买强不买弱，压回强势的品种在压回的时候去买，或者是这个矩形，你如果是低档没买。要买的话，这个矩形到底能不能？但是我最近是担心它万一是破了这个矩形，回到矩形那就有一点问题，说明这一个是不是一个陷阱？如果是这整个区间还是在矩形震荡，回到这个区间里面，这上面就是一个陷阱。我最担心它会不会再破这个，所以有一些资金空方的朋友，我也是担心它会不会又回到这个矩形，你就留一些资金，尽量再找低点嘛，因为目前的行情。
没有整个大牛市的级别，就是没有持续涨不停的行情，主要就是有几条线是走好，但是这个250 MA 的均线目前还是向下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50的成本目前还在高位啊，还在这个高位的区间，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我们拉长去观察，从这个位置开始拉过去，你去观察一下，如果来到这个区间还缺时间，还缺48天，它的整个250的成本才来到这个低位区，所以不排除目前的位置还在这个位置震荡。那还有一点，我们如果去比对一下，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大牛市的行情，如果去比对20年当时的几个位置，我们可以把一些均线给它关掉，比如说这几条短线的均线给它关掉。20年的8月份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当时它这一个突破的时候，我不是一直在用这个比对，或者是用这个区间或者这个区间来比对之前的那个马斯克收购推特后面狗狗币接近1-2倍的涨幅。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当时这一个线250的均线它是向上的，所以向上它后面是在这个高位有套了一部分筹码，这边稳了一个区间，重新再破位，再在这个位置稳了一个区间，所以它是在这一条250 MA 均线向上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再重新反到就前面半年的一个平台整理区，在这个区间里面再继续波动，然后它下一次上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迹象？这一个散户生命线、主力生命线，还有一条是更大级别的1年的主力成本区，年线都是向上的结构下，后面它开始狗狗币就不同了，整个涨势就是根本就不停啊，有可能是上去以后洗盘个10几20天，再上去再洗盘个10几20天，再上去，那这个位置波段空间是有点大，这个空间就是利用更大级别的空间来洗，但是它整个结构就是一个牛市趋势的结构，这种就是大右侧，你要大胆的去买，什么低点都可以买，有可能短期会被套，但是期货你要尽量找更低的位置。后面它是怎么上去的？就是整个大牛市的级别就是连续涨不停，一直往上涨，涨到这个最终来到 0.7 的位置，我们后续要卖的一些位置应该是找这种位置或者这种位置去买，所以现在的长线成本，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尽量给它持有住啊。虽然是短线有很多利空，昨天是又看到那个 Block FI 它也是申请破产，这一个加密货币贷款人是在申请破产，但是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Coinbase 的一项调查显示，机构投资者在加密寒冬是持续的增加配置啊，长期价格前景乐观，而且它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Coinbase 在对美国的140家机构投资者参与的调查，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 2.6 万亿美元。调查里面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是不断的持续在配置这个加密货币为一种资产类别啊。我的观点是，机构投资者目前的整个币圈或者是狗狗币、比特币也好，它没有那一种持续涨不停的行情，有可能狗狗币目前的区间还是一样，就类似这种区间，有可能时间会继续洗到有些人可能都不想管这个数字货币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慢慢的上去，但是上去也会再洗，再上去再洗，就是不断的把人给它下出这一个市场。现在的一个走势行情就是这样子，狗狗币既然有这样子上去下来，那再上去会不会再下来？你如果还有资金的朋友，也是尽量找一些耐心。如果是没有仓位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一定要有这种仓位，因为我个人的一些仓位，我不是全部都是在这个低点，或者是真的全部都是在这个位置买的。因为去年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当时是在 0.2 到 0.3 左右也是有买过这个狗狗币，下来的话反正也是继续再买，因为机构都是在做整操作，他们是在布局未来的一个大涨的行情。现在有可能比特币 69K 到1万或者是2万，我2万的时候也是有买，也是被套在里边啊，就比特币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不会看空这一个市场，未来的话整个市场就算它再下去，你要再准备资金，留一些资金备着，万一它再下去的话，反正就继续买。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